丁，检测宿主已无生命体征，已随机绑定母猪产后护理系统，宿主默认视为同意，正在绑定。命还挺硬，你这个被抄家的通敌犯，没死还不赶紧爬起来等老子扶你啊！通敌谋反，我一个现代动物医学博士，竟然被高压舱炸到了一个被流放的落魄少爷身上，这也太玄幻了吧！算了，眼下局势不明，我还是先活下来再说吧。丁，母猪产后护理系统绑定成功，检测宿主没死透，新手任务正常开启，目标救治难产母猪。系统？我靠，果然穿越都有金手指。就是这个母猪产后护理系统，虽然跟我前世专业挺配，但怎么感觉挺随便的？让我穿来就是为了救蜘蛛？天杀的！一路上几百头牲口全死绝了，就剩这一头怀崽的母猪。要是它也死了，咱们到了流放地拿什么活啊？活！朝廷把你们这些通敌犯流放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就没打算让你们活。这猪横竖保不住，不如拖出去宰了。今晚兄弟们分肉吃。大人，使不得，这猪杀了，明天咱们就得啃草根。滚开！再敢拦路，老子连你一起剁了！大人，这猪万万杀不了。猪呆子装模作样，你要是真能把猪崽子生下来，老子名字倒过来写；生不下来，老子先砍了你下酒。体温偏低，宫缩无力，再耗下去，这猪肯定撑不过自然分娩，必须人工助产。检测到难产母猪，是否开启可视化助产引导？检测到难产母猪，是否开启可视化助产引导？废话，这母猪可是我们所有人唯一的活路，肯定立刻开启啊！生了，真的生出来了！他一个文弱书生，居然真的会接生母猪！老天爷显灵啊！26只，整整26只活蹦乱跳的猪崽，一口气生26只，母猪已经产后脱力了。要是母乳续不上，今晚这些猪崽全得饿死。快去烧热水，拿干净的热布敷在这儿揉，把乳腺通开，不然母猪和猪崽都扛不过今晚。刚落地的猪崽身上水气大，最怕冻，赶紧抱些枯草过来围一个防风窝，不然今晚这26周得冻死一大半。26只猪崽呀，要是真能养大，咱们哪怕在流放地也能吃穿不愁好几个月了。想那么远干啥？这大烟白雪的，眼前能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你小子拿刀要干啥？想造反？母猪现在严重缺营养，根本下不来奶。我得杀一只最弱的猪崽，熬成猪油给母猪补身子。只有母猪下了奶，剩下的猪崽才能活。刚接生下来的，你现在就要宰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不杀这一只，剩下的25只全得活活饿死。大人们也没得吃。拿去熬汤。猪肉大伙分了，猪油必须单独留出来，一点都不能少。撑着点儿，等猪油汤熬好给你灌下去，你就有奶水喂你的崽子了。检测到宿主完成首次养殖操作，奖励初级养殖强化乘1，幼崽存活率30%，产后恢复作用于当前猪群及母猪。这破系统竟然能直接强化生活率和恢复速度。百户大人，那帮流放辽民里有个叫陆恒的。昨晚竟然把那头要死的母猪救活了，还一口气接生了20多只活崽。你说什么？在这草都不长的破荒地上，一个流放的罪人能养出20多头猪？千真万确，属下亲眼所见，一头都没死。这荒草地上，肉比金子还贵。备好人马，明天咱们直接过去，把那群猪崽全部收走，一头也不给他留。是。刘明元私藏大批牲畜不报，形同谋反，按大钱律例，这些猪全部充公。来人，给我连窝端走！且慢，赵大人，这里是荒原，朝廷连口粮都没发够，这些猪是所有流民活命的最后指望。你但凡带走一头，这营地今晚就得饿死人。你算哪根葱？一个戴罪流放的犯人，也配跟本官讲条件？要想把猪带走，
除非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真以为本官不敢见血？在这荒原上，老子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我知道大人动我易如反掌，可你今天杀了我，营子里几百号流民断了活路，饿极了四处逃窜作乱，你压得住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本官！我只是在为大人的前途着想。流民命贱，死不足惜。可若一整个营地的流犯在大人任期前饿死暴乱，上头怪罪下来，大人头上的乌纱帽，甚至这颗脑袋，能担得起这责吗？少废话，给本官让开！你是什么人？居然敢挡官差！大人不可妄动，姓沈，就是上个月从镇北军里押送回来的那个活阎王。那个沈烈，他不是在充军名单里吗？对，听说他那案子还没电论，万一哪天朝廷起复了他。本官今天公务繁忙，暂且不与你们这些乱臣贼子计较。限你们3天之内把这批小猪老老实实送去官署，否则3日后，本官定让这刘军营鸡犬不留。刚才多亏沈兄及时出面，谢了。顺手而已。不过赵虎此人贪婪狠毒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韩朝太厉害了，25只冻的只剩18只了。要是再不搭个严实挡风的保暖棚，天亮之前这些猪全得冻死。检测到极度恶劣天气，触发紧急突发任务，保住剩余18只猪仔的性命，实现一夜成功奖励恒温草料配方，失败惩罚母猪产后恢复进度清零。这棚子四面漏风，顶上也快塌了，得拆了重搭。西边有伐下来的椴木，还有多余的草镰。沈兄，拜托你帮我喊几个壮劳力过来。都别窝着了，要想不挨饿，立刻出来帮忙搭棚子。猪要是全冻死了，咱们都要在这儿等死。风刮得太邪乎了，草帘根本兜不住啊！别停，再加一层。沈兄，你带几个人拿重物去死死堵住西边的风口，把干草铺厚实点，绝对不能让猪仔的肚皮直接挨到冻土上。防风保暖棚搭建进度已达标。提示，请于天亮前完成防寒饲料投喂，剩余时限3个时辰。这是我帐篷里唯一的毡子，你拿去给他们垫在底下隔凉吧。多谢。我在这饲料里加了防寒驱风的草药，连喂2天，他们的底子就能缓过来。你帮我把那些弱点的猪仔往中间拢拢，让他们挤在一起取暖吧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恒温草料配方：粗粮3份，姜末1份，干艾草2份，研磨后用热水冲泡投喂。突然发什么呆？是不是撑不住了？没事，只是突然想到了个新方子，明早我得在营地里找点干姜。恒哥哥，折腾了一宿，那些宝贝猪仔保住没有？18只全保住了，棚子已经封死，底下也垫了暖和的干草，还喂了驱寒的温性药膳，他们现在精神着呢。看他们都在动弹，咱们这一夜的冻总算没白挨。猪虽然稳住了，但大家伙的口粮也见底了。各家各户翻一翻，先把今天这顿对付过去。这可是18只肥嫩的猪仔呀！天黑风高的，棚外面连个守夜的人都没有。咱们只要神不知鬼不觉，抓2只，今晚就能饱餐一顿。可是，韩哥儿白天还说，那是全营落开春后的命啊！咱们都2天没吃过1粒热乎米了，再撑下去，命都没了。抓2只烤了吃，谁能知道是咱们干的？这，万一韩哥半夜起来寻蓝呢？他都忙活了1天1夜，铁打的人也该睡死了。后半夜我动手，你就在外头放风，听见动静就咳嗽2声，听明白没？行，撑死胆大的，
饿死胆小的，干了！好香，你闻闻，哪来的肉香味儿？是火堆那边的味道。汉哥在营地中央架了大锅，火烧的旺着呢，大伙全围在跟前。这味道，该不会是白天那几只冻死的猪仔吧？8成是了，那几只死猪一直放在外头。他大半夜的把死猪给煮了，该不会是想带着沈烈那些人偷偷吃独食吧？走，咱们去瞅瞅，要是他吃独食，咱们正好闹一顿。大家都别挤，排好队，人人有份。昨晚冻死的那7只猪仔，我已经全部下锅熬汤了。接着喝口热汤暖暖身子。真香啊！咱们刚才居然还编排人家吃独食。汉哥真乃仁义之人啊！咱们刚才还猪油蒙了心想去偷猪，结果他把死猪全煮了分给大伙，自己连口肉都没捞着，真他娘怪臊的！偷猪那昧良心的念头，赶紧给我烂在肚子里！往后谁敢动韩哥儿的猪，我老二第一个跟他拼命！乡亲们，今天这顿肉是给大伙补身子的，但账咱们得算明白，这锅里的肉吃完只能管今天，圈里那18只活着的才是咱们后半辈子活下去的根基。谁要是动了活猪，就是挖咱们全营店的祖坟。恒哥哥，你连到了嘴的肉都舍得分给咱们，大伙儿不是白眼狼，这情分我们一辈子记在心里。今天这锅肉煮的是时候，既暖了大伙儿的胃，也把那几颗快歪了的心烫正了。死猪放着也是烂掉，给他们吃一口实实在在的肉，比我磨破嘴皮子说100句大道理都管用。你放心，明天一早我就带人把猪圈周围的栅栏全部重新加固。荒原上不安分，这儿有肉的消息，瞒不了多久。行，辛苦沈兄了。宿主凝聚人心，奖励已发放，解锁物种初级改良权限，猪群抗病能力提升，生长速度翻倍。抗病力提升，生长速度翻倍，这回咱们是真的要在荒原上砸出个金饭碗了。这猪仔是吹了仙气吗？怎么长得这么邪乎？昨天瞧着还没这么大，今天怎么感觉肥了一整圈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猪种之前受了冻，如今挺过来了，自然拼了命的长，不奇怪。这也太吓人了，这速度，下个月咱们是不是就能吃上杀猪菜了？沈哥，这根长桩子往哪儿打？西边那个缺口埋深点儿。好结实的围栏，这片流放地啥时候养了这么多猪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大伙儿。瞧见没有？那片新打的木栏里全是白花花的猪肉，真是开了眼了。一帮流放的罪民养的猪，居然比咱们部落的羊还要多。别光看猪，看人，他们守夜的人有几个？寒酸的很，就一个干瘪老头，还靠在木桩上直打瞌睡。我摸过去，把营地周围的地形全画下来，看从哪儿进去最不容易惊动人。不就几个泥腿子吗？用得着这么费劲儿？你记性好，那你说说草垛后面是啥？记不住就别废话。行，听你的。那边草垛后面是道死沟，撤退的时候千万别往那儿跑。路子摸清了，明晚等北风一刮，咱们立刻动手。昨天那场寒潮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，真是多亏恒哥哥搭了棚子。是啊，要不是韩哥连夜搭棚子，这些猪仔全得冻死。咱们今晚也得在梦里饿肚子。行了，别念叨了。今晚轮到谁去外面守夜巡栏了？上半夜我，下半夜老刘顶上。老刘说昨晚听见东面有动静，这天寒地冻的，野狗找食罢了。咱们有沈哥打的木桩子，怕啥？
东边这排已经彻底打夹实了，野狼也撞不开。南边还空着一小段，手头的木料不够，今晚估计是补不上了。明天一早我带人把南边补上。好，反正就剩下那一小道窄口，今晚我让守夜的老刘把眼睛放亮，死死盯着那一块。北风刮起来了，今儿先收工。记得没？东边最南头，咱白天看的那段，记着呢。就那段没桩子。哼，那帮蠢货白天来不及补，正好晚上便宜了我们。事不宜迟，等那老头一转头，咱们就翻过去。把这草绳挑开，你钻进去。咱们只抓一只，得手就立刻撤。抓小的，大的动静太大，咱们弄不住。抓贼呀！关外的蛮子来偷猪了，快来人啊！这帮流犯怎么反应这么快？跟紧了，往草深的地方跑，别被咬住。你先走，我砍一刀拦住他们。砍完往草沟跑，二狗子在那边接应，别恋战。这贼子有短刀，人已经钻进大草沟了，里面黑灯瞎火的，咱们这样瞎撞进去，指不定要吃闷亏。咱们的命根子被抢了，我还平白无故挨了一刀，这口气，老子说什么也咽不下去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天太黑了，咱们回去叫上沈哥和横哥们儿，等天亮再顺着雪地上的脚印找。这帮蛮子欺人太甚，天一亮，大伙拿上锄头木棍，顺着雪地脚印抄他们的老窝，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对，雪地藏不掉印子，他们带着猪跑不远。沈兄，你向来心细，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不对劲儿？他们退走的时候喊了句草沟有人接应，那草沟深浅难测，如果是大股蛮贼藏着，咱们追过去就是送死。那咱们就反其道而行，他们这次只偷了一只猪，回去肯定不够分，见咱们没追，8成觉咱们是软柿头，今晚还会来。那咱们就这么干等着。沈兄，你带几个身手好的，悄悄埋伏在草沟出口的土坡上，等他们进了网，立马包圆。至于猪圈那边，我来守着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跟我走，再带2个精壮的弟兄，路上别出声。那营地10几头猪，咱就拎一只小的回来，够谁吃啊？刚才我砍了追最前那个一刀，他们都不敢追了。那不是正好，咱们直接干一票大的，把10几头猪全端了，回去首领不得夸死咱们？有道理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不等天亮了，咱们现在就去。这回专挑肥的抓，抓完立刻走人。翻过去，动作要快。这次抓2只大的，得手立刻回草沟。不好，这底下怎么是空的？有陷阱！都给我围住，一个都别放跑！跑不掉了，我们认栽，别动手。押回营地，清点人数。天亮了，你们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，别在这羞辱老子！杀了你们，一不能当饭吃，2还会和你们部落结下死仇。我图什么？你们部落有多少人？都快饿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部落一共就30多口人，早就断粮了。那好，我给你们2头活猪，你们今天可以带回去。你说啥？我话不说第2遍，猪肉拿回去让部落里的人吃饱，回去告诉你们首领，往后想要粮食拿兽皮、草药、山货来换，要是再敢伸手偷抢，我保证下一次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。你真肯放我们走？沈兄，松绑吧。放我们回去，你难道不怕我们带着部落里的骑兵直接过来抢吗？怕什么？你们要是有那个胆量，昨晚就不是偷而是抢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猪圈里的猪是给我们留名活命的，谁要动他们，我陆子恒就是把命豁出去，也会把这人留下。这份大恩我们记下了，我保证往后绝不会再有贼人踏进这里一步。恒哥，这可是肥嘟嘟的活猪啊，白白送给这帮强盗，咱们自己够吃吗？这荒原上有多少猪不算本事，能保住多少猪才是本事。送出去2头猪，不仅换来了一个部落的归顺，还换来了刘军营南大门的安稳，这买卖划算得很。赵爷，看见了没？那个姓陆的把贼人逮了又放了，还倒贴了2头猪。他这不是在求活，他是在这极寒之地买人心啊！连关外的胡人都买通了，
他想干什么？那咱们现在该怎么跟州府上头交代？交代，这正是老天送给本官的富贵。哼哼，陆恒收买人心，在流民营养猪不说，还藏着镇北军中通敌的沈烈。若是让他们在荒原做大，以后朝廷怎么管得住？那大人的意思是？立刻修书一封，800里加急呈送给刺史大人，就说流民宫中陆恒、沈烈等逆贼私通外敌，聚众屯粮，意图谋反。朝廷最怕什么？就怕有人在塞外占地为王。高，赵百户果然神机妙算。何哥哥，当初刚被押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谁能想过咱们还能有大口吃肉、大碗喝汤的这一天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等咱们这批猪种再繁育2代，别说腌肉了，开春咱们能在这塞外建起一座塞上江南。恒哥，外头那些狐族部落都把咱们传神了。前天山口2个猎户听说咱们讲信用，硬是要拿上好的鹿皮换咱们2块肥膘。只要是真货，一律收下。1张好鹿皮，足额换他5斤猪肉。咱们做生意的，绝不让荒原上的兄弟吃亏。沈哥，这些栅栏都结实了，你也别绷着了，歇歇吧。习惯了，不干活浑身不自在。不好了，恒哥、沈哥，门口来了好几10号人，全骑着大马，穿着朝廷的朱红官服，说是京城和州府来的钦差。京城钦差这个时候来，沈兄，随我一同去迎一迎。区区流犯屯聚之所，竟能养出这般规模的猪群，赵百欢倒是没有在折子上虚报。草民陆恒，不知大人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放肆！此乃州府按察使奉旨巡查流放地的按察使王大人，尔等贱民还不下跪！王大人，此地流民300多口，皆是戴罪之身，在荒原上全靠这些猪只果腹活命。大人带着大批铁甲官兵和空板车，所谓何事？有人联名密报，刘文营、陆恒、沈烈2人私开关外胡人，聚众屯粮，意图谋反。本官奉朝廷密旨，特来彻查。大人冤枉！我们一群手无寸铁的流放罪民，连像样的铁器都没有，何来私通？何来谋反？有没有谋反，本官搜完便知。但按我朝律例，你们这所有的牲畜和物资都得充公，所有流民也要贬为官奴，即日押往州府。大人，律列亦讲究人证物证，那封密报折子是谁呈递的？可敢让草民看上一眼，自证清白？自证清白？你一个戴罪死囚，没资格看。来人，把所有的猪全部装车带走，谁敢阻拦，就地格杀，以同谋谋反论处。他们要把咱当奴，凭什么？我才刚过了几天好日子。恒哥哥，咱怎么办？陆恒，这帮狗官从不把人当人看，你带着乡亲们和猪群从北面走，我沈烈今天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让这群畜生带走你们。沈兄冷静，现在动手就真的落实了造反的罪名。杂碎，你给我把猪放下！大胆，沈烈，你果然身怀反骨，敢在朝廷命官面前动武，给本官拿下！给我冲进去！谁敢拦路，那就是谋反！恒哥，猪仔不动了。姓王的，猪群全惊了，再这么硬闯，这一整卷的活物一个也留不下。死几只畜兽打什么紧？本官今天不仅要绝了这猪圈，还要把你们这群贱民通通索回州府，打入奴籍。你护住猪群，这帮杂兵我来料理。你们要抓的是我们这些人，猪没罪。死到临头还废话，动手，把他们全给我绑了！你说，等等，那是什么动静？陆兄弟莫慌，我巴图带部落的汉子们来给你撑腰了。恩公，当初你赏我们一口饭吃，留一条活路。今天谁敢动你，就是跟我们整个部落过不去。这怎么可能？哪来这么多刁民？狗官，你刚才不是挺威风吗？再动手一个试试！来呀！今日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拿下谁！反了！你们这是要公然对抗朝廷，是要一灭九族的！王大人，流民求生，不求谋反。但这些部落兄弟性子烈，你若非要见血，不知道我们今天这点人手
够不够陪大人玩到底？大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硬拼我们恐怕得丢命啊！咱们先撤。撤！陆恒，你给我等着！本官这就回州法上奏朝廷，告你们勾结异族，起兵谋反！我定要让你们这流民营血流成河！大首领，今日若非各位高义雪中送炭，我这流民营怕是要被那狗官夷为平地。陆恒在此带着300口人谢过兄弟们了。陆兄弟，你这话就见外了。寒冬白灾，要不是你寻出救命的粮食和猪仔，我们部落早就冻饿而死了。今儿个咱是来报恩的。陆兄弟，我们部落当初差点灭族，是你救了全族上下的性命，你的事那就是我们整个部落的事儿。往后只要你陆兄弟一句话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咱们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朝廷要是真敢派兵，大不了咱们合兵一处，跟他干到底。陆兄弟，这是我们部落凑出来的几匹种马和种牛，有公有母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只要养得好，不出2年，保准能拉起一支队伍。大首领，这可使不得，牛马是部落的命根子，都给了我，你们往后怎么过？咬咬牙总能省出来。你这300张嘴，地得牛耕，仗得马打，这些东西在你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用处。收下吧。恒哥，这可都是宝贝啊！有公有母，咱们以后也能有自己的马群和牛群了。好，那我陆恒就不矫情了。从今往后，咱们同气连枝。你们缺粮，我陆恒管够。有人敢欺负你们，我带兵第一个冲上去。检测到新增牛马种库，繁殖速度提升3倍加成，已生效。这不是打了瞌睡就有人给我送枕头吗？诸位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和部落的兄弟就是异姓手足，互通有无，守望相助，生死与共。沈烈，你带人把营地东面空地围起来，建一个牛馆。放心，天黑之前，保准让牛住进新棚子。李栓，你带人把西面棚子错出来，加建1排马厩，种马要单独分开放。好嘞，恒哥哥，我亲自盯着，绝出不了一点岔子。巴图，你挑几个懂牛的兄弟留下来帮忙管耕牛，喂什么草料，怎么配种，你们说了算。陆兄弟，养牛是我们部落的老本行，交给我们你放心。猪圈不动，原来的猪继续养，牛和马分开，各归各圈。往后咱们猪出肉，牛耕田，马打仗，3样凑齐了。恒哥，有了这些牛马，那些人以后是不是就再也不敢来抢咱们了？他们势大，咱们不主动惹事，但要是有人非要断咱们的活路，端咱们的饭碗，那就得看看咱们手里的刀够不够快，身后的马够不够烈。大人，州府的回话到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刺史大人亲笔批复，1个月内调集府兵3000，将这帮该死的刁民统统斩尽杀绝，不留活口。大人英明，那咱们驻守的本地宪兵该当如何配合？传我的密令，让本县驻军立刻停止休牧，擦亮兵刃，只等州府大军一到，前后夹击，把那流云营给我夷为平地。是，大人。陆恒，任你长了3头6臂，在大军铁蹄之下，也只有粉身碎骨的份儿。本官倒要看看你还能猖狂几天。恒哥哥，大事不好了，料棚见底了，一点草料都不剩了，今天牛马全都要饿肚子。东边整片地全是盐碱土，草根扎不住，根本长不出牧草。咱们牲口越养越多，光靠大家伙满山坡去薅那点杂草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撑不了几天。你向来见识广，这盐碱地难不成真就成了绝路？你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把它给治一治？用生石灰中和盐碱，深耕碎土打破板结，再用堆肥养地，最后引水浇灌冲走盐分。这法子要是能在古代走通，这片废地就能变成最肥沃的草场。陆兄弟，按你的吩咐，这整整3亩荒地都深翻了一遍，石灰和底肥全闷地里了。云水渠那边妥了没有？大水能放进来了吗？妥了，东边河沟里的水已经一滴不漏的全引到地头上了。地翻了，肥下了，水也灌透了。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我留了几把野草种子，先撒下去试一茬，要是能活，咱们就能自己留种扩容。出绿了，恒哥，神了！这地真让你给种活了，满地都是绿尖尖。这鬼地方居然真长出了嫩草，以后咱们自己种草，再不用到处找野地了。等过些日子割了第1茬，根留着还能接着长。刘二，手底下使劲啊！这捆草松松打打的，半路要是散了架，
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急啥？这不使着劲儿呢吗？不过说真的，咱们这草多的，牛栏猪圈都快塞不下了，够吃大半年的。大清早的折腾这么一大车干草，这是打算运到哪儿去？是北部部落预定的货，他们拿3张鹿皮1袋盐跟咱们换。行，去吧，顺便在周围部落把风声放出去，就说咱们这儿要多少极品干草有多少，只要带够诚意，随时欢迎来换。嘿嘿，瞧瞧这是啥？那帮蛮子大方，我稍微使了个心眼儿，多要了1袋细盐。赵哥，这不合适吧？韩哥待咱们不薄，要是等对账的时候被查出来，咱俩可没好果子吃。查什么查？草料这么多，少几车谁看得出来？现在营子里人人跟过年似的，谁会盯着咱俩看？那成，听你的。赵哥，这事儿你可千万得把牢口风啊！把心放肚子里，你哥办事儿稳当的很。走着。赵大，你昨天刚拉走1车，今天怎么又拉1车？廖鹏的草还没计数呢，你不能走。计什么数？草又不是你种的，我送哪儿去关你什么事儿？规矩就是规矩。汉哥千叮咛万嘱咐，只要是营子里的一草一木，处处必须登账。汉哥忙得很，哪有空管这点小事？别挡老子的道，滚开！赵大，这筐草是北圈流的种料，你怎么把这也给装走了？什么种料不种料？不都是地里长出来的草吗？瞎嚷嚷什么？再废话，老子抽你！这半个月，赵大这小子手脚不干净，少说搬了5车走。北圈的种料，东圈的头茬，甚至连猪圈的铺地草他都没放过，全拿去私底下做交易了。恒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把车卸了，草料1根不少的清点入库，然后到议事棚来见我。恒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也是为了咱们营地。我最后说一次，卸车。7车精干草，3袋精饲料，还有5头刚满月的猪仔。赵大，你胃口不小啊，这些东西你都卖给谁了？我就是帮北头部落送了几车草，没卖猪仔。还要我把账本甩在你脸上吗？前天上午，猪圈的记录上明明白白少了5头，看守的人亲眼看见你用麻袋兜走的。那几只小畜生在半路上就病死了，我怕过了病气，直接扔在山沟里了。病死了？那尸首呢？营地有规矩，死猪必须登记，石灰深埋。你扔哪儿了？我现在派人去挖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吧，这营地里还有谁跟你一起挖墙角？就我一个人。都是赵大让我干的，他让我搬我就搬，我不敢不听啊！你胡喷什么？赵大还让我跟北京部落的人说，以后直接找他拿料，不用跟营地报。他说他要自己单干。刘二说的都是真的。是又怎么样？北风部落只认我一个人，没我大县，你们跟谁做买卖去？我拿点东西怎么了？就当我跑腿的辛苦钱。无规矩不成方圆。从今天起，营地的规矩要重新立，所有人吃的用的都得记在账上。恒哥，那赵大之前私吞的那几车精剑草还能要得回来吗？那可都是大家伙的血汗啊！吹不回来了，但规矩立在这儿。沈烈已经去给北边那几个部落送了信，以后谁要是敢私底下跟赵大做买卖，咱们就彻底断了和他们的所有生意。恒哥，赵大和刘二现在都被扣下了，那家大业大的廖鹏，往后交由谁来操除？廖鹏分3个圈，猪圈归李栓管，牛栏归巴图管，马厩归沈烈管，3个人各记各的账，每5天到我这儿对一次。赵大那小子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关他多久？关到他把侵占营地的草料、猪仔折成银子，全部还清为止。要是还不清，就一辈子在圈里干最脏最累的活来抵债。恒哥哥，分粮食怎么定？以前谁想拿就拿，一点谱都没有。按人头分，寻常男女老少按份例派发，出力干活的2份，谁要是敢多吃多占，扣发，直接扣发下月口粮。往后赵大就是前车之鉴。凡有盗窃营地财物者，第1次关黑屋恶3天，第2次关10天并扣发口粮，若是敢犯第3次，直接打断腿，逐出营地，任其自生自灭。这一茬上好的青草割下来，咱料棚里可就囤满2个月的储备了。猪圈、牛栏和马厩的账我都对过了，1捆没少。嘿嘿，恒哥，我给你报个喜，猪圈里那批刚断散的猪仔见风就长，瞅着下个月就能成猪出栏一大批了。陆兄弟，
咱们的牛也长得肥壮，前阵子刚配种的那几头母牛全都怀上牛崽了。等到了开春，这牛群规模怎么着也能翻上一番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之前赵大那点事儿，差点把气弄散了。现在人心稳了，规矩也立起来了，咱们刘明庸的根基才算真正扎稳了。这才过了多久，他们的草地就翻了10几亩，猪圈牛毡全满了。再由着他折腾下去，这片草莽可就全是他陆恒的天下了。那依你的意思，咱们怎么动手？那小子现在可不好对付。哼，陆恒之所以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不就是仗着北边那些草原部落给他撑腰吗？你派人去散话，就说陆寒养肥了牲口，全要卖给药商换银子，根本不打算分给部落。只要那些部落跟他离了心，他陆寒算个屁。这容易，我的人早就乔装混进了流云营，散布几句风言风语，小菜一碟。好，一旦他们内部开始狗咬狗，你带人冲进去抢牲口。至于陆恒和那帮该死的流民，由我亲自动手，送他们上路。可以，不过事成之后，抢来的牲口和粮食，我要拿80%。80%？你这也未免太狮子大开口了。哼，老子可是带着手下弟兄拿命去拼，你动动嘴皮子就拿2成，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行吧，只要能弄死陆恒，什么都好说。陆恒啊陆恒，你以为你现在站稳了脚跟？老子这次偏要把你连根拔起，挫骨扬灰。恒哥，出大事了！今天天一亮，割草的游民呼哇啦跑了大半，拦都拦不住啊！陆兄弟，不光是流民，连我们部落的汉子们也犯了嘀咕。牛棚那边守夜的、喂料的，这会儿全撂挑子了。恒哥儿，事到如今，你给句痛快话。外面现在都传疯了，说你暗中联系了州府的人，要把咱们种的茂草和养的牛羊全卖了，卷铺盖跑路。大家伙当初是念着你救命的恩情才把家当压在这儿的，你现在要是为了银子把我们卖了，咱们算什么？触发长线任务，重整全域种养秩序，请宿主尽快收拢人心，恢复营地活计。大家都静一静。既然有人往我陆恒身上泼脏水，说我要卖了兄弟换银子跑路，那今天我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这账算个明明白白。料棚每一笔进出都在上面，草没少过，牛没卖过，马没卖过。我陆恒要是真想当逃兵，何必还留在这里陪大家顶着朝廷的刀口？东西没卖是没错，可你今天不跑，你明天后天顶不住的时候，不会扔下我们独自开溜？草是我种的，牛是我养的，马是我驯的，你们是信我才留下的。我放着现成的基业不要，去给关内的权贵当狗，我陆恒还没那么贱。恒哥，那你说咱们往后怎么过？大伙儿总不能天天提心吊胆的给你白干。从今天起，营地的规矩重定，出工的人按工计数，割草、喂料、看圈，每天都记一笔，月底按工分东西，谁出力谁拿东西，谁也亏不了。陆兄弟，瞧你说的，我们部落当初来帮你，图的是情谊，可不是为了这点嚼头。巴图兄弟，情谊归情谊，生计归生计，只有让跟着我陆恒卖命的兄弟们个个吃饱穿暖，兜里有银子，咱们这艘船才能在这乱世里风雨不倒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陆恒绝不当逃兵，账本在这儿，人在这儿，信我的，明天天亮开工。信不过的，我绝不强留。现在就可以结算口粮，好聚好散。恒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我把命卖给你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保准把人都带回来，算我一个。谁要是再敢传谣言，我第一个撕烂他的嘴。这流言来得蹊跷，背后煽风点火的，怕是赵虎那狗贼吧？他散布流言没拆散我们，下一步肯定是来硬的。你今晚带人把东面豁口堵上，所有人轮班守夜。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今晚必散伙吗？你瞧瞧，底下这火把怎么越烧越旺了？陆恒又把这帮泥腿子给收买了，不能再拖了。等他把工事建起来，咱们就彻底没机会了。那就按咱们定的办，我明晚带兄弟们从东面草上强攻，放火烧了他们的料棚，抢了牛马就走。好，我带我的人从西面卡紧大路，两头包抄，让他们首尾难顾。我要让那姓陆的死无葬身之地。
陆恒，你以为有了这帮贱民和蛮子，就能在这儿称王称霸？明晚过后，老子要让这刘军营寸草不生，化为一片焦土。巴图派去盯梢的人传话回来了，赵虎正在林子里集结人马，瞧这架势，后半夜一准会摸上来动手。他没胆子跟咱们正面交手，只能挑咱们的软肋下刀。那赵虎会冲着咱们哪儿来？育种棚那里的种牛、种马和草种，那些东西要是没了，咱们1年都翻不了身。换成我是赵虎，头一个要烧的也是育种棚。那咋办？咱们总不能坐在这儿干等着吧？沈烈，你今晚辛苦一趟，带人把种牛、种马和草种转到北面荒地上去，到了那边挖几个浅坑，用草帘子等风，先撑过今晚再说。北面荒地光秃秃的，连个像样的棚子都没有，那些牲口弄过去吃什么？饿一顿总比丢了命强。今晚必须让赵虎扑个空，只要保住这批种畜和草种，咱们就还有翻盘的本钱。去办吧。你带人把东面草场上干活的人全撤回来，只留2个人在远处盯着。赵虎的人一露头，你立刻跑回来报信。草种筐盖严实了没有？恒哥放心，我里里外外盖了3层草帘子。种牛和种马全都安全转移进避风坑了，一头都没落下。好，至于草料棚里的干草，留给他们烧，烧了开春还能再割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只要育种棚是空的，就是咱们赢。恒哥来了，东面山坡上全是火把，黑压的一片。赵虎那狗贼带着残俘杀过来了。当家的中计了。这破棚子里连根毛都没有，全被那帮泥腿子搬空了。哼，烧吧，让他们烧个痛快。反正育种棚里值钱的宝贝，赵虎一根毛也摸不到。陆兄弟真是神机妙算，这招空城计简直把这帮土匪当猴耍。育种棚那边得手了没有？邪了门了，里面连只耗子都没有，空荡荡的，毛都没捞着。陆汉这狗东西提前把东西全藏起来了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直接带人杀进去？撤！他们防备极严，强攻只会折损咱们的兵力。既然今晚弄不死他，那就换个慢刀子割肉的法子。他陆恒躲得过今晚，躲不过明晚。从明天起，所有人分班轮换，白天夜里不停地给我骚扰，惊他的牲口，毁他的草场。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几天。恒哥，那些人在咱们营地周围日夜不停地制造动静，猪被他们吓得连一口食都不敢吃了。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牛也这样，而且草料棚里上个月囤的干草，反潮了一大半，草根全都烂透了。要是再这么耗下去，咱们全营邑的牲口都得被生生拖死啊！这个棚子的隔音太差了，外面那些敲打声全都直接透进圈里来了。咱们在牲口棚外面加3层防护，草帘钉在最外面昌风，中间填沙土带压震动，最里面裹毡布隔音。这3层叠在一起，能把80%的动静都挡在外面。草帘和毡布都够用，但是沙土带差的太多了，光是猪圈那一面墙就得30袋以上，咱们现在1袋都没有。你带人去西边的废窑里挖沙土，装进袋子里背回来，天黑之前必须凑够40袋。听到了没有？都带上家伙，跟老子去废窑挖土，把腿跑断也得按时给老子运回来。是。恒哥哥，摸清楚了，东边山坳里守着3个，西边小道上藏着2个，草沟里趴着1个，正贼头贼脑的盯着咱们料铺。草沟里那个先弄。剩下4个一露头就按住，别让人跑回去。天亮前能到齐300多人，你说怎么打？我打东边，东边有一片牧草田，全营地的牲口都靠它喂。我冲进去先把草田烧了，断了草料，他们内部自己就得大乱。你打东边烧草田，那我呢？你带人打西边，西边是后门，守的人少，你从那里往里切。上回烧种棚，
我的人冲进去了，你连个影子都没。这回我凭什么信你？这回火是我放的，陆恒的人全冲我来，你后门那边压力就小了。要是老子会再掉链子，我这颗项上人头随你砍去当尿壶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天亮之后，老子准时出现在西门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你东边要是烧不起来，老子立刻撤兵，由得你自生自灭。放心，若是烧不穿这片草场，我赵虎提头来见。东面的草田全烧起来了，火势太大，根本压不住。西面也有人往营子里切，弟兄们快拦不住了。牛栏被人扔了火把，3头母牛直接烧倒了，还有2头怀着崽子的母牛肚子上被砍了口子。猪圈那边也躺了好几头。立刻把所有还能动弹的运输先转到育种棚里，走不动的用板车抬也要抬进去，草籽筐也搬进去，那些东西一样都不能丢。叫上伤员棚里能站起来的人，全给我调到育种区外围死守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育种棚半步。东面的火全灭了，西面的人也撤干净了。草场烧了小半，牲口伤了10头，人伤了6个，没有死的。牛也都安稳下来了，伤口清洗得很干净，只要熬过今晚不发烧，保准能活。人还在，希望就在。棚子烧了能再搭，草烧了明年还能再整。只要核心的种处和草籽没有丢，咱们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警报！营地功能分居混杂，人畜混居，防疫极度界限。大规模烈性畜疫爆发倒计时48小时，请尽快修护升级种养体系。李栓，这栏位根本不够，全挤在一起跟没分栏有什么区别？立刻拆成3波，按大小、强弱分进3个不同的栏里。东面就这一排棚子，全赶进来就成这样了。那我再搭点儿，隔2道栏够不够？成。隔开之后，每个栏再单独定3个料槽，太阳落沙前必须全部弄好，绝不能拖。希望这样能避免猪瘟的发生吧。哼，好嘞，我这就带弟兄们去砍木头。陆兄弟，你瞧这土，烧过一场大火之后，草灰落里头，反而把地给养肥了。这时候把草籽撒下去，长势指定比之前还要丰。趁热打铁，把牧草田往外再扩3亩，东边那块废弃的黄地也顺带深翻出来。记住，草籽加倍往下撒，水必须给我浇得透透的。成是成，可这3亩地翻下来种上，就算水浇得再足，少说也得等上个3、4天才能看见绿芽尖尖啊。咱们的牲口等得及吗？放心，咱们手里的草籽非同寻常，今晚水浇透，明天一早就能看见芽尖，你只管翻地撒种就行。这是刚盘出来的库底，所有的干草料和粗粮加在一起，最多也就能再撑个10天。10天之后，咱们可就真要断粮了。没事儿，那就边吃边长。草场那边明天就能出芽，后面一茬接一茬割，不会断掉。你去排3班，所有活轮着转。3班倒，咱们现在满打满算也就这点人，还要分出人手防着土匪，人手能周转得开吗？把轻伤能动的弟兄全编进去，每人1班4个时辰，干完1轮歇1轮。夜里料棚不能熄火，猪圈牛栏必须有人巡着。行，我去安排。栏是分开了，但牛栏草料和猪圈挨得太近，明天在中间起一道土墙隔开，饲料和饮水各用各的，绝不能有半点交叉。亨哥哥，猪和牛隔了少说有30步远，中间还空着地呢，用得着这么草木皆兵，还要单独起一堵墙？风会吹，耗子会跑，粪水也会沾血点。从明天起，所有料槽每天刷1遍，牛栏和猪圈分界处挖一条浅沟，脏水不许往对方那边淌。恒哥哥，你到底在防什么东西？防一场能把咱们这几个月攒下来的家底儿全掀翻的疫病。现在不下狠手预防，等病发了，
这片荒原上就只剩一片白骨了。检测到外部势力对营地畜牧技术关注度持续攀升，警惕假借谈判名义的渗透窃取技术。罪臣陆衡接旨，朝廷念你经营流放地有功，特许归顺招安，赐官衔，拨钱粮。此后营地归朝廷统一管辖调度。州府的3000披甲大军已经在100里之外合围，对准了咱们的脑袋。大人还谈什么招安？你胡说什么？本官奉旨来谈招安，何来合围大军？大人袖子里有2卷文书，上面那卷是招安旨，下面那卷恐怕就是调兵密令吧。一派胡言！本官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大人听不懂没关系，空头招安，我陆衡不接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大人请回吧。陆衡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天据了旨，明儿个大军铁蹄踏平此地，你就算跪下来求本官，也绝无生路了。不劳大人操心，回去复命的时候捎句话，东西是我自己挣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哼，好，有骨气，咱们走着瞧。陆兄弟，那狗官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朝廷的几千大军真的已经把咱们包围了。恒哥哥，那可是成千上万的官兵啊，咱们这营子里老老小小的，这回要怎么应付啊？恭喜宿主，庄园任务完成，解锁建设图纸，全域设施抗损加持，所有设施抗破坏、抗灾能力翻倍，可升级扩容。外围大军已启动全域合围，官道及所有通商道路已封锁。触发新任务：围城保种，绝境畜产，守住2种繁育核心根基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变故？朝廷的大军已经彻底封锁了所有出口，从现在起，咱们被包围了，一个也走不掉。这帮丧尽天良的官兵，他们在疯狂刨草根，整片荒野的野草全被他们连根翻起来毁了。不止如此，沈烈，你看那条灌溉水沟，颜色已经变成浑浊的幽白色了。他们往水里撒了东西，这些水以后都不能用了。烧不掉棚子就毁草场，断不了粮就堵水源。他们是不想让我活。外面的草场和野水全都完了，最多3天，营地以外的地方就彻底没法用了。李栓，立刻把2口井封1口，所有人只从剩下的那口取水，封掉的那口留着应急，谁都不许动。北面草场的防御土墙已经垒到半人高了，一滴都漏不出去。外面的毒水绝对淌不进来，里面的干净雨水也一滴都漏不出去。水井那边呢？东面那口井封死了，盖了木板，又压了大石头。西面那口还在用，一天只准打水2次，一滴都不敢浪费。放眼望去，外面的荒原已经看不到一丁点绿意了。这帮朝廷的狗官兵，为了逼死咱们，竟然连整片草原的生机都给生生掐断了，这得饿死多少无辜的部落和路民啊！昨儿个这些茂草还绿油油的，今早一过来，全成了这副惨白样。看来墙外头那些毒水还是渗进来了。这里的沙地太松，根本挡不住水。死水里的生石灰顺着土墙底下渗过来，全都吸进草根里了。恒哥，大事不好了！猪圈西边那2栏猪，今天早上开始全都蔫了，连口食都不肯吃，就死死的趴在地上不动弹。沈烈，你带人在土墙底下挖一条沟，把渗过来的水截住，引到东面干沟里去。现在就动手！排水沟全部挖通了，渗漏进来的脏水全给引走了。墙根内侧我也让人用干土夯实了3遍，毒水再也透不过来了。这些枯了的草还能救回来吗？救不回来了，
你带人把这些枯草全部拔干净，一根都不要留在地里。根里已经吸了毒，留着会把旁边的土也带坏。朱俊西边那几头猪还是不进食，我换了干净的井水喂它们，它们碰都不碰。牛栏那边也捏了2头牛，趴在干草堆上不起来。把那几头病树单独隔出来，不要跟健康的圈在一起。西边那几头猪挠育种棚北面那个空栏里去，单独喂水喂料，不要用原来的食槽。旧槽被毒水泡过，不能再用了，你去找新槽换上。用滚水狠狠烫3遍，再往里倒水放料。墙外渗过来的水全部截住了，剩下的半个草场没有再出现枯黄的迹象，病处已经隔出来了，水槽和食槽全都换了新的。说来也神，原先不吃东西的那几头猪，刚才居然开始主动舔水喝了。恒哥儿，饲料耗的比咱们预想快得多，病处不吃时还得单独给料。原本算好的配置恐怕撑不了那么久了。这回是真的弹尽粮绝了。最后一袋草条今天早上喂完了，粗粮还剩半袋，最多撑到后天。恒哥，猪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叫，再没东西填肚子，这帮牲口就要开始互相撕咬了。你带人把草场边上的粪料全部收回来，掺上碎草渣和干土，加水拌匀，摊开晒干以后碾成碎末。粪料里掺土和碎草，这真的能成？猪是杂食牲口，现在是和朝廷拼命的时候，能活下去才是用道力。你先带人把第一批料赶制出来，去吧。这东西猪真能吃下去？能吃，死不了，就是长得很慢。不过眼下能让他们吊住一口气，咱们就赢了。咦，邪了门了！外面那地儿都被毒水浇透，被官兵刨光了。这几簇灰绿色的草是怎么钻出来的？这是抗旱抗炎的野草，你去拔几株回来，根要带完整。这玩意儿根扎的特别深，我刚才拔的时候用了很大力气。你打算怎么用？这草含盐分，还有清热解毒的药效。巴图，把这些草切碎穿成泥，掺进刚才那批暴晒过的粪料里，这能压住粪料的燥性，防止牲口吃多了上火。猪吃了，牛也跟着尝了，虽然吃的有些慢，但好歹肚子开始鼓了。圈里总算不乱叫了。陆兄弟，你下午让我多拔的那批草，根全留着呢。这东西生命力这么强，咱们能不能自己在营地里种？能种，把这10几盆移到北面草场边上，种下去看看能不能活。只要活了，往后连饲料草就都不用愁了。这批饲料掺了一半的粪渣，猪吃了之后会不会出问题？短期内死不了，但长不快。用这个养不到育肥的标准，只能让他们吊着命。恒哥哥，缸底全干了，喂完了，最后一袋碎料今天中午就喂完了，粪料也见底了。外面那种野草拔了3天也都采没了。陆兄弟，大事不妙！咱们在草场边上移栽的那批剪绒草，昨天刚浇了水，今天一早过去竟然蔫死了一大半，根本就活不过来啊！猪圈和牛栏那边从今天清晨起就一直在嚎叫，再找不到吃的，咱们好不容易保下来的这批良种，非得生生饿死不可！警报！营地饲料库存已完全归零，外围野生替代草采集资源枯竭，数据绝食倒计时12小时。坐在这里等死不是办法，官军围城这么久，防线必然会有松懈的漏洞。沈烈，入夜之后，你带3身手最利落的猎人兄弟翻过去，直接往草原最深处的口横地走。东面土墙外面全是官军的巡逻。我知道，但他们围了这么久，驻军疲惫不堪。东面那一段夜间只有2个人巡，每隔1刻钟才会象征性的走过一轮。你足不出户，是怎么摸得这么清楚的？山人自有妙算。你带人从他们换防的间隙穿过去，天亮之前回来，能采多少草籽和嫩草就采多少，连根带泥全部装回来。幸不辱命，我们采到了。北面深谷那片草场还没被官兵完全毁干净，底下藏了不少尚未遭妖的野生好料。恒哥儿，不只有草，这麻袋里头的野草籽足够咱们种上半亩地，还有好几百株带活根的根苗呢。足够了，这一次老天爷也收不走咱们。围城2种基因锁定权限，碧草阻燃护生特性，野生草料驯化速虫技术，草料长效储存技术。终极警告！城外官军已丧失耐心，此刻已集结全部披甲兵力，正排成强攻方进，朝营地核心育种区发起总舰冲锋。如今见咱们还没饿死，这是打算彻底撕下面具，强攻进来把咱们一锅端了。官兵的总攻压上来了，东面土墙外面来了至少200个披甲官兵，刀枪全亮出来了，杀气腾腾的直奔咱们营地扎过来。
陆兄弟，北面也发现官兵的特异骑兵了，正绕着弯子朝咱们北边的曹町包抽呢，来得好快！育种棚里干活的兄弟们都撤出来了吗？核心改良种处全部锁进礼棚了没有？放心，人都安顿撤出了，种处全用玄铁重锁锁在礼棚了，万无一失。你带几个人守住北面，就算是死，也得把这帮朝廷狗骑兵给我拦在草场外面，别让他们抄了育种棚的后路。人在强在，把这帮朝廷的狗腿子给我死死顶回去，一个也别放进来！沈烈，缺口还能不能守得住？用不用我带人去支援？这里有我沈烈在，出不了岔子。你放心守好棚门。这地方是我鹿晗和几百个流民兄弟拼命建出来的家，谁也别想把它夺走。东面那道缺口我已经带人堵住了，翻进来的公军全部按住了，一个都没让他们靠近育种棚。北面的光军也退了，那帮狗官兵放了几把火，愣是连一片叶子都没烧着。干得好！棚里的运输和种马有没有受惊？没有，神了！外面打杀的震天响，棚门虽然紧锁，但里面的牲口就跟没听见一样，连个惊动都没有。恒哥，料棚和库房也保住了，那几袋最珍贵的改良草籽毫发无损，全在呢。这一次，咱们的核心种株和草种算是保住了，只要种子在，大伙儿的希望就在。这只是官军的第一波前锋试探，后面真正的核围决战还在等着咱们。从今晚开始，育种棚加夜哨轮班守着，谁都不准离开岗位。你在这地上画画写写的，画的是什么？每头牛的进食时间和配种档期。咱们现在没有试错的机会，一旦记混了，之前的优选迭代就得全盘推翻。这么多牲口，你全都一头一头分开记？每一头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料的时间、棚里的温度、放出去活动的时间全要对上。棚顶的帘子放下来之后，棚里暖和了不少。不过这白天闷得太久，牲口会不会憋出病来？4时卷上去透气，申时放下来保温。记住这2趟，别错过了。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咱们本想坚壁清野困死他们，可这帮贱民居然靠着吃粪料和野草，在咱们2000大军的中围下，生生挺过了2个月。启禀将军，各营兵马已按攻坚方阵，在堵墙外全部就位，只等天色破晓即可发起总攻。困兽犹斗，你看那刘军营里的灯火到现在都没熄过，就让他们在苟延残喘半宿。天亮之后，这育种棚里那些改良出来的战马和耕牛，通通都是本将军献给朝廷的泼天大功。东面的泥墙被敌人的撞车彻底撞塌了，200多个官兵正跟潮水一样，从东西北3个方向朝咱们营子里疯狂压过来。陆兄弟，北面草场的绊马索全被他们用盾牌砸烂了，官兵的重骑兵已经冲过来了，咱们根本挡不住啊！恒哥，兄弟们，谁都不准给老往后退一步！咱们的身子就是门杀！李顺，别管我，去帮恒哥护住门。要是把门让开了，身后的种畜和家底，全得叫这帮狗官兵给祸害了。恒哥，右边的防线被撕开了，他们冲着棚门去了。今天就是死，我们也得死在育种棚的门口。不用管我，守住棚门。我真的撑不住了，恒哥，大门要塌了！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就行。系统，时间到了没有？立刻给我结算！终极长线任务已完成，奖励已成功结算，神级天赋万术痊愈神话永久解锁。你眼睛怎么了？沈烈，告诉兄弟们，不用憋屈了，现在该我们反击了！陆
陆恒，你这些牛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连官军的生铁重盾都被撞成碎渣了！韩哥哥，你快看，猪群把马腿和甲胄绳扣全给啃烂了，那帮官兵连站都站不稳了。恒哥，狗官落马了，被我死死按在泥地上了。逃了10几个人，咱们就这么放他们回去报信？要的就是他们回去报信。残兵败将嘴里，咱们的畜群数量一定不多，顶多算投机取巧。可消息一传回去，州府必会倾巢而出，大兵压境。若不让他们以为有机可乘，那老狐狸怎舍得把全部家底一次性送过来给我吃掉？恒哥，要是州府真的不惜代价把全部兵力压过来，咱们这110来号人真顶得住吗？有什么顶不住的？今天这一仗，咱们一兵未损，畜群毫发无伤。他敢压，我就敢在这大草原上送他全军覆没。蹄声杂乱，他们已经跑远了，30里内，他们连头都不敢回，外边连个鬼影都没了。恒哥，咱们这就算打赢了？赢了，但前锋被灭，不过是给他们挠了个痒。真正的大鬼很快就要上门了。伤员和生子都安置妥了，你一个人猫在这儿琢磨什么呢？挑先锋，今天冲锋的这几头牛，爆发力和耐力比我预想的还差了点火候。恒哥，这些牛都快把人踩成泥了，你还要挑什么样的？下一波来的人必定会带铁锯盾，血肉之躯硬冲是送死，得给他们换个冲法。你想拿牛去硬撞铁锯盾？古书里有过骑兵，灭曰火牛阵，尾巴缠上禁油麻布，燃火冲锋。狂怒之下，别说巨马，就是城墙也能撞出个窟窿。恒哥，你脑子里整天装的都是这些神鬼莫测的招数。未雨绸缪，我今天放他们出去，就是为了试出哪几头骨架最硬，能扛得住正面剧烈撞击。有相中的了？就这头打冲锋，另外再挑7头。这几天精料伺候，别让他们干活，先把镖和星气神养。恒哥哥，败兵回去一报信，那周穆老儿怕是没几天就要杀过来了，咱们时间来得及吗？慌什么？调兵遣将，赶制巨马，战前部署，哪一样不要时间？没有7、8天，他们连营门都迈不出来。尾巴点火，万一牲口剧痛之下掉头反噬，岂不是伤了自己人？蒙瞎他们的眼，看不见退路，他们就只能认准一个方向，死冲到底。周穆已部署3层巨马与强弩，同时派出细作监视营地动向，让他们看，他们想看什么我就配合他们演什么。3层铁巨马，500枪强弩，长枪兵密麻麻全架在后头。这老东西是把家底都搬空了，存心想要咱们的命啊！恒哥，阵前那帮狗仗人势的东西都骂了快半个时辰了，污言秽语的，咱们就这么干听着？让他们骂，力气用完了才好。你去挑5头没披甲的普通公牛，赶到阵前去撞一下巨马，就立刻撤回来。你是想用普通牛去试探他们的虚实，顺便示弱？对，你带人赶牛出去，一碰壁就坐视不敌，狼狈撤退。绝不能多留，更不能让人越过阵线。哈哈哈哈！看见没有？畜生就是畜生，碰了钉子就吓得尿裤子，跑得比秃子还快。牛只受了皮外伤，不碍事。外头那帮官军都快笑疯了，指着咱们鼻子骂咱们的底牌不过如此。让他们尽情笑，现在笑得越狂，待会儿哭得越惨。恒哥，那咱们那8头真正的火牛什么时候放出去见见血？立刻开始动手。你去准备进油的麻布，绑死在牛尾上，记住，牛角全部包上百垫铁尖。恒哥，咱们刚吃了瘪，官军正盯着呢，现在弄这些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外营的人一个都不要漏风声。你们俩亲自在内营动手，等天黑。恒哥，
麻布全都喂饱了油，牛角上的铁毛尖也加固好了，绝对松不了。油管够，沾火即燃。尾巴上的油布什么时候缠上去？临阵再绑。现在绑上，牛会提前因为油气而烦躁，撑不到开战。周牧那边应该已经收到我在后方加紧练牛的消息了。你是说，咱们营子里有干净的内鬼？不是走漏，是我故意放线让他知道的。不过，他只知道我在挣扎着练牛，可不知道咱们的牛角上装的是杀人的铁尖。水龙和尸杀灭得了火，可灭不了百炼成钢的铁锋。大人，那鹿晗果真是走投无路了，正在内营偷偷摸摸的训牛，妄想用牛冲阵，小的看得真真切切。不自量力的黄口小儿，真以为换几头畜生就能冲得本官的铜墙铁壁？大人，陆岩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。万一他那些牛身上藏着别的心眼，能有什么心眼？畜生怕尖刺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今天你也瞧见了，5头牛一碰巨马就吓得魂飞魄散，他就是再找100牛也是送死。大人高见，是属下多虑了。传本官亮令，阵前把尸杀和水龙队统统顶上去。他若用火牛，无非是走古人火攻的老路，尸杀扑在巨马前，火起即灭；水龙直冲牛眼，叫那群畜生自己践踏发狂。大人料事如神，这火牛在水沙之下确实形同虚物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备。一个被流放的下贱蹄子，在草原养了几天生生，也配跟本官对弈？哼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恒哥哥，这草扎的比石头还实，渗足了火油，可绑在尾巴上，真能顶用吗？官军必定准备了水龙，但他们不知道这草里加了猛火油，遇水不仅不灭，反而会炸裂即射，水越猛，火越烈。给我绑紧。马匹的轻甲搞定了，激荡留此，又不耽误冲刺速度。李栓那边也把猪群带熟了，钻巨马就跟回自家猪圈一样利索。大人，这火怎么用沙子根本盖不灭呀？都烧到老子眉毛了，烫死我了！水龙呢？这水浇上去，怎么火还往身上窜啊？大人，您这什么破法子？这根本就是引火烧身啊！您快下自己试试吧！水龙有的水龙都给我压上去！一帮废物，连几头畜生都按不住。老赵的腿被扎穿了，这他娘的哪是牛？这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啊！地太滑了，根本站不稳，这仗没法打了，保命要紧！防线破了，骑兵杀进来了，快撤，顶不住了！我的甲被猪拱开了，裤裆都要被咬烂了，老子不玩了！大人，防线彻底垮了，快走啊！混账！本官乃堂堂一州之主，岂能被一群猪狗牛羊追得落荒而逃？大人，火牛已经冲脸了，再不走，您就要被他们踩成烂肉了。恒哥，神了！10头神牛全活下来了，都是些不痛不痒的皮外伤。那老狐狸连夜督造的水龙，倒成了咱们牛角上的玩具。他这会儿怕是在马背上哭爹喊娘呢。狗官逃了，贵兵丢盔弃甲，全往州府方向逃窜。咱们要不要乘胜追击？不必，让他们跑。跑回去的人越多，他那张老脸在朝廷面前就丢得越干净。恒哥，阵前满地都是狗官官丢下的铁骑兵刃，怎么处理？把精铁枪头全拆下来，熔了继续给咱们的牛羊打铁甲。他送来的好铁不要白不要。吃了这么大的亏，那老家伙短时间内怕是没胆子再组织强攻了。他拿什么攻？3层巨马500焦强弩全成了咱们的战利品，他现在就是个空架子。那他接下来会憋什么坏屁？正面打不过，他就只能玩阴的，比如断咱们的水，堵咱们的出口，或者一把火烧了咱们的草料。草料场西边漏风的破栅栏别去修，守卫也给我撤个干净。你这又是要设局诱他上钩？给他烧，等他以为自己得手了，高高兴兴的往里钻时，才会发现自己已经进了我编好的铁笼子。这围栏烂了3天都没人管，这帮流民还真是一群毫无防备的蠢货。天助我也！草垛全堆在一起，只要一个火星，就让他们颗粒无收。将军，那草料场西边破了个大口子，连个防备都没有。
草垛全堆在干燥处，一把火便能烧得一干二净，小的盯了半夜，连个巡逻的狗都没有。此话当真，他们真的毫无防备。你再去守着，明晚若是依旧没人，本将便亲自带人烧了他们的命根子。千真万确，那陆寒把所有人手都调去驯牛了，草料场根本就是块不设防的肥肉。鬼啊！猪！草垛里哪里来的这么多猪？我的手！这猪狗人比狼还狠，连弓弦都给咬断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呦！恒哥儿，一共7个，全在这里了，一个都没漏网。那老狐狸找来的人，手脚笨得像刚学会走路的鸭子，全绑结实了，嘴堵死，丢进空棚里等发落。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听了整整半个月，真当我这双眼睛是瞎的？恒哥哥，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。现在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帮我给周牧传封信，否则今晚你就可以跟外面那几个家伙一块躺地底下当肥料了。选吧。我传，我一定传。恒哥您吩咐，小的一定一字不差的带到。快送回去给周牧大人，就说陆恒玩火自焚，训练火牛时出了天大的岔子，大半公牛都被烧废了，现在营里乱成了一锅粥。此话当真？这情报能让那多疑的老头相信吗？放心吧，他现在做梦都想听到这个消息，信去必成。好，太好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天王陆恒，他的牛全烧废了，营地已经彻底大乱了。大人，那陆恒狡诈如狐，这消息会不会是他的缓兵之计？缓兵之计，这可是本官亲手埋在最深处的棋子传回来的密报。他营地都快炸了，还缓什么兵？那大人的意思是？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传我将令，全军拔寨，3日后全力强攻，趁他病要他命，一举踏平他的育种棚。那草料场的火，咱们还去放吗？哼，放什么火？一群待宰的羔羊，本官要正面碾碎他们，用他的血来洗刷本官的奇耻大辱。你连夜去一趟黑岩部落，带着这封密信和50两黄金给阿古拉，告诉他，事成之后，草原的西边，本官分他一半。哼，大人是想让蛮子绕到后方，给鹿晗来个前后夹击。哼，他鹿晗会借畜生之事，本官就会借蛮人之道。黑岩的蛮子见钱眼开，有这50两金子，他们比谁都听话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办。3天后，本官倒要看看你陆恒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就是周牧说的那支神兵，怎么跟群要饭的软脚豪一样？哼，故弄玄虚，就这破防线，老子闭着眼都能踩过去。风紧扯丢，这帮蛮子太猛了，根本打不过啊！撤！该死！后面有骑兵把口子给扎结实了，上当了！这山谷是个死口袋，咱们被围了！混蛋！这是什么妖术？快把老子放开！怎么样，首领大人？按这败逃的戏法，演得像不像那么回事？演得极好，重赏，回去记你头功。听懂了吗？你自以为的奇袭，不过是跟着我们写好的戏本子，一步步自己跳进了棺材。少装神弄鬼！你到底是谁？在下陆恒。怎么，那个要你们来送命的周牧，没提过我的名字？拳头捏得再紧，也当不了饭吃。周牧许了你什么？几箱一文不值的黄白之物，还是一张永远兑现不了的草场官契？他画的饼，填不饱你黑岩部落老小的肚子，但我可以给你耐寒的牧草种、肥壮的种牛，让你部落的子民
平安的熬过这个寒冬。